2年前的手机，现在体验怎么样？老机新测，小白测评的传统项目啊。以前我们基本聚焦在旗舰机上，这次我们旗舰终端都有。本期我们先测一下一代神优870，火热的888我们也安排了，过2天聊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黄牛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，看看当年所谓的这些守门员、汉门员，谁在吹牛，谁在落右。3位参赛选手都是21年的爆款啊！汉门员红米 K40，当年蹲点抢的小伙伴在哪里？接着就是破门员 iQOO Neo 5，最后是喊着赶越级加入战场的 GT Neo 2。屏幕前正在用这几台机的小伙伴可以扣波1啊！配置方面我们就直接打出来啊，实测走起。先聊几句外观 ID 啊，我们这3台正好都是 AG 工艺的玻璃，2年过去了，实话说这手感依然很细腻，而且不沾染指纹。但是3部都是塑料中框，还有塑料支架，也是当年的趋势啊。不过现在都已经逐步取消塑料支架了。K40的镜头模组采用了和小米11类似的阶梯样式啊，我个人觉得还比小米11好看一些。iQOO也是家族特征啊，矩形相机模组配合浅蓝色的 AG 玻璃颜值也不错啊，真我就相对公模一些了。这镜头乍一看像是很多家都有的一个表情包。正面红米 iQOO 居中大挖孔 ，K40定制的前摄孔径要小一圈啊，真我左侧挖孔2个1.4，一个1.3啊，主观觉得 realme 的这个观感要稍微好一些。如果综合下来啊，这3台机器摆在桌子上，现在看 ID 你最喜欢谁？我们内部小伙伴选红米的不少，把这几台和2年后的迭代升级款放在一起，你觉得这颜值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？可以评论弹幕。解锁方面，真我 iQOO 都采用了短焦指纹，但位置比较靠下，体验上不如 K40侧边顺手。握持手感上3款非常接近，3维尺寸重量都差不多。终端机系统维护以及软件体验是本期的重点。旗舰机你维护的比较勤，终端怎么样呢？实测3款维护上还都挺勤快的啊。K40升级到了 MIUI 14，不过啊，截止到目前剃刀计划和光自引擎都还是不支持的，后续会不会上也不清楚。GT Neo 2在最近升级到了 realme UI 4.0，iQOO Neo 5也是最新的安卓 S3，且底层也来到了安卓13。数据库考验软件综合调教的20管应2轮打开测试，最快的是 iQOO 125秒，且没有刹后台。红米153秒，时间最长。但流畅度方面主观还是不错的啊，真我有点让人失望。我们试了好几次啊，连续打开测试，每次到原神就会加载不进去。不过当你单独打开的时候，又不会出现这种问题，可能是由于新系统不太稳定吧。这段时间日常体验上，其实这些机器都还好啊。现在看视频正在用的小伙伴应该有同感啊。不过由于我们总是接触新机啊，有个比较明显的区别就是，如今的终端机屏幕确实要好很多了啊，猛地换回这3台，还是不太爽。当然，魅族20除外。2年前过去了，续航怎么样？小白资本数据库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。不过要提前说，这2年每个人的使用习惯不一样啊，电池健康度啊、容量啊也不同，它们最大相差了600毫安时，本段仅供参考啊。实测剩余电量最多的也是电池最大的真我啊，3小时剩余55%，依然保持了一个不错的水准。iQOO剩余49%啊，玩3小时还能剩一半。红米最低要剩余46%，使用2年基本上电池健康度在80%多。如果想换电啊，可以在我们频道里边翻看一下换电服务那期视频啊，再战3年。性能是这几款机器成为当年爆款的主要原因。870这颗处理器啊，就不详细展开了啊。纸边跑分环节，我们特意加入了他们当前最新的迭代机型，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差距。娱乐素真我73万加，比 K40高了约1.5万啊。CPU 方面 ，G86单核1300多，与现在最新8 Plus 的迭代款相比有30%左右的差距。都和 iQOO 和红米都在3500分左右，真我略低啊，3362分，与最新迭代的机型也相差了约30%。GPU 方面，3D Mark 都在4000出头，这个差距就非常明显了，与现在的8 Plus 相差了2倍还多。游戏直接上重负载原神啊，这画质没啥问题。红米平均帧率48.1啊，波动达到了80.8，iQOO 的波动来到了91.4啊，真我波动只有10.8。如果单看帧率的话啊，K40确实是最高，但真我的实际游戏体验是最稳的，而且游戏中红米的亮度还不断降低，这个汉门员的性能调度差些意思。到最后我们手都能够拉满呢，只能到100尼特左右了。我们在室内灯光下都已经有点要看不清屏幕了。我虽然降亮度，但是我的温度还高啊，达到了46.8摄氏度，而且在测试中还出现了无响用中断的情况，在跑图过程中K40突然原神没有响应。iQOO这边也降了挺多啊，这个到了150尼特左右，最高温度45.5。真我呢全程没降亮度，最高温度46.3，而且它的调度非常聪明。最新游戏你不是大吗？啊，我直接给你锁在45帧，保持一个相对稳的帧率。实际体验中这几台确实是最好的。王者120高清，2台 Neo 都没问题，平均119帧啊，稳稳一条直线。当我们测试到汉门员 K40的时候，意外的发现它目前为止还不支持王者120啊。2023年了，这不应该是什么适配问题吧？单独给它跑了一个
个90极致，平均帧率89.9帧啊，还是挺稳的。3款手机中轻度游戏都没啥问题，但负载较大的游戏就有些吃力了，尤其是 K40要更差一些。影像方面啊，配置一张图给大家打出来，大家可以先猜一下 AB 啊，哪台是2年前的机器，可以评论弹幕啊，我们最后再揭晓。白天光线充足的情况下，大家观感都可以，主要是风格差异。公园一角，真我和 iQOO 的色彩比较浓郁，天空的蓝色明显讨好眼球一些。红米则是还原真实啊，当然毕竟是中端机吧，3款也都有不稳的时候，比如 iQOO 的白平衡偶尔会不准啊，这张拍出来觉得就不太舒服。小米在拍摄路牌的时候会出现算法失误，这路牌中间的 X 出现了蓝色的涂抹。真我在逆光拍摄树林的时候会有饱和度过高的问题，导致画面看起来非常不自然啊，油画感很重。解析方面，前方高能啊，我们无意中拍的栏杆上的这害虫啊，放大看红米几乎没啥细节了，真我猛的看起来确实很清晰啊，但是锐化痕迹很严重。iQOO 相对适中啊，在保留了细节的同时也没有过度锐化。夜景方面 ，iQOO 的画面最为亮丽，感觉它的整个曝光都要高了一档，但由于底不算大啊，放大看噪点还是挺多的。对于高光的处理啊 ，iQOO 有点翻车。小区门口欢迎回家的字样啊，高光压制不如红米，虽然提亮了暗部，但是文字部分的高光严重溢出。红米的画面呢比较暗也比较糊啊，整体观感上感觉真我是最好的。对于他们的影像，估计大家也都早有预期。我们更好奇的是，时隔2年，终端机的影像进步了多少？我们先来揭晓影像开头的那个盲猜答案啊，左边的这张 A 其实是2年后的机器，不知道你猜对了没有？我们又专门对比了他们现在最新的迭代款啊，2年过去了 ，iQOO 路边的蔷薇白平衡不准的问题，在 Neo 7竞速版上确实得到了改善，同时夜景高光压制也有了质的提升。红米 K60 在相同的路牌下也没有出现奇怪的涂抹，在拍摄对比度较高的场景时，暗部细节也可以得到很好的保留。同样，真我 GT Neo 5在拍摄植物花朵的时候，饱和度也适中了一些，不像 Neo 2那么高了。由于定价的原因，大家对于终端影像啊，一般不会抱什么太高的期望，够用就好。但这2年啊，国产机进步确实还挺大的啊，影像在终端上面也算是你换机感知比较明显的地方了。这3代870在2年前都提供了很好的产品力啊，如今也是很够用的水平啊，不然也不会有2023的新品依然在沿用。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换手机了？这个话题提过好多次了。今年终端是更加卷了啊！当年红米的红外遥控啊，现在是全员标配了。K60 的2K 屏啊，1+142的质感，真我 GT Neo 5的240瓦快充和1T 的大内存，目前留给终端机卷的只剩下影像了。这个系列的那句老话啊，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？870这波老兄弟。啊，答案是肯定的。当然还是要说啊，老机新测这个系列，我们不是说让你去买老机器或者说二手机啊，主要是验证一下厂商对于老机型的维护情况。一台手机现在怎么着也会用个2、3年啊，长期的好用也是一个品牌生命力和责任感的重要体现。2年前的888的实测也在路上了啊，我知道你可能没抱什么希望，但是有意思的事儿还不少。记得关注我们频道即可。OK，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一点帮助，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，特别感谢。更多的精彩，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，不关注体验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